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升级你的意识，地球是一场游戏，你是玩家也是 NPC。 今天我们要打开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二元对立。我为什么会想笑，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念这个口号。我不知道这录音是什么时候啊？3个礼拜了吧？应该不止哦。不止吗？我出国3个礼拜啊。哦，那就一个月。然后我们又讲，对啊，我们已经1个月没有录音嘞。大家看到这一集的时候，是我们在那个我出国回来后录的第1集，因为我们的库存没了。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录有关于二元对立。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这么多的是非对错好坏等等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这也是大部分的人在地球玩这一款游戏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跟困境跟走不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之一。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对啊，你们对二元对立有什么感受啊？就是是非对错啊，就是分裂，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现在你们对于就是看一件事情的是非对错的强烈程度，目前大概是怎么样？就还是会为善恶对错之分有感到困扰吗？不会耶。好像比较不会了。但其实很多人的确就是因为这一些无法走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跟为什么我会这样的状态给绑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批判心是怎么来的？批判其实就是来自于我觉得我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我做得到吗？我做得到吗的这个问号其实也是一种是非二元对立的一个很常发现的事情。对，因为你看哦，我做得到吗的问题是有做到跟没有做到。就只有2种。对，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可以做到我能做到的部分？对，你们觉得这2个举例他们差在哪里？这很像是0跟100。对，然后中间都没有。对，但是你明明就有0，然后1、2、3、4、5、6、7、8、9、10。对，那桑尼怎么看？我能做到吗？感觉没有自信，但是我能做到的程度就是代表我想努力，到我能努力的程度。它多了一种松弛感。它多了一种松弛、潇洒跟洒脱。可是那个洒脱不是我不负责任的洒脱，而是说我很清楚知道说我不完美，我很清楚知道说本来就没有做得到跟做不到这2件事情存在，可是我一定会有我能做到的程度，而那个规则是我自己立的。什么叫做我能做到的程度？可能对于别人来讲这个程度是做得很好，对我来说还好。这个就是我所定义的。当我把这个能量变成由我来定义的，而不是别人来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事情的主导权回到你手上了。那当事情的主导权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在那一刻才会成为真正的主角，你就不会是 NPC。为什么呢？你看哦， NPC 它是活出别人认为的框架跟别人认为的游戏规则，对吧？它是要去衬托别人，它是要去符合别人的价值观的。可是主角是无论这个社会怎么看，我就是定义这些游戏规则的最主要的制定者。当你有这样子的意识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把那种生活的自主权掌握回来。那你们觉得掌握生活自主权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对啊，才不会被牵着走啊。那被牵着走会怎样吗？就没有意识了。那没有意识会如何？就是那你活着干嘛？好严重哦。怎么那么严重？的确，活着的意义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么简单？活着的意义就是你知道你在干嘛，这就是活着的意义。举例来讲，就是意义它其实另外一个层面延伸这句话叫做背后的价值。你做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是什么？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找价值？我有自主权的时候我才会找价值，但当我没有自主权的时候，所有的价值都是别人定义给我的。比如说谈薪水好了，你看哦，我们在谈薪水的时候，大部分以亚洲环境来讲都是不敢说，然后看老板的那个言行态度、公司规定，对，然后去被动接受。那你愿意给我多少钱，对吧？对啊，就不敢开口啊。对，那也许他开了一个不错的，你满意的，尽管满意，你心中一定都还是有一个状态是这个交流我其实是没有掌控权的，这个交流是你占主要的能量的掌控者的。所以我在这一个交流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被动的。那当你被动被决定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面试的场合，你心里就想说我希望我的月薪5万块。老板问你说那你理想薪资是什么？
然后你没有回答的时候，他就说那不然给你5万块好了，看似好像跟我心中答案一样，对不对？对啊，那你觉得能量上的差别是什么？它其实是有很多细微的差别的被动跟主动，被动跟主动的差别就差超级无敌多的。换一个角度，今天老板问你说你今天薪资想要给你多少，然后我很主动的说老板我想要5万块，然后老板说好，那就给你5万块，感觉很有自信，对不对？你会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易是成立在我们都有共识的情况下，我放了我的能量进去，你也放了你的能量进去，所以我们在共好共荣。但是呢，如果你是说你要多少，不知道，都可以，公司怎么看？老板跟你说好，那就给你5万，就好，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放你的能量进去。那你没有放入你的能量进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在这个能量当中迷失自己。因为你找不到你的定位啊，你找不到你在哪里啊，对吧？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这份工作我明明很喜欢，可是就是哪里怪怪的，或者是做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特别有劲，为何？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把你能量放进去。所以你们这一股能量在运作的时候，你就会被消耗，被吸走，你就会被拖着走，因为是老板的能量在带着你走，你没有自己跟着走。这其实在一开始的沟通，在我们写下这个契约合约的时候，能量就是开始创造了。所以呢，把生活的自主权找回来，你才会对生活感觉到有生命力跟意义。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就是月月我要怎么样去跳脱二元对立，有没有可能是一开始你在做每一个决定跟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摆脱那一个你很想要完美，你很想要展现给别人看，你很想要有一个怎么讲呢？所谓你很想要完美的状态是，为什么我们会恐惧谈薪资这件事情？我们会恐惧谈薪资，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又回到一开始，我怕我不够好。对，我怕我不符合你的想法，那他就会回到一个最核心的底层是，因为你对于事情有二元对立啊，所以它其实是一整个连贯起来的东西哦。OK， 来，你在想什么？这集好难哦。会很难吗？就是还可以，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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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表层好像看起来是就是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它里面有好多小细节。对，能量层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包裹起来的。所以为什么疗愈它需要时间，就是因为你一层拆掉之后还有下一层，下一层拆掉之后还有下一层，然后一定有很底层的东西。但是二元对立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底层的游戏规则。如果大家能够更理解二元对立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的时候，我相信会解开很多人的不知所措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往前迈进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的确很常活在二元对立的那个拉扯跟矛盾之中。但是我也必须得老实跟大家讲，就是二元对立它就是一个地球很重要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们可以用本质的状态去看这份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它存在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你去选边站，更多的事情是你透由对立冲突分裂过后，你是如何看见事情的本质的。我举例来讲哦，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好，我们在 IG 上是不是都会看到很多光鲜亮丽的样子，就是修过图的腿啊，遮过痘痘的脸啊，美图秀秀，对，然后摆过角度的照片啊，类似这种。那 IG 它其实所展现出来的某一部分，它的确是所谓的好，最美好的那一面，最美好的样子。但是现实又是什么？现实可能就是你吃饱饭肚子就会凸，对吧？皮肤就是会出油，你一整天过完，你脸就是会疲惫。这叫做现实的样子。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或是整个世界的能量场越来越从这个对立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了？以中国来讲哇，他们的那个打光啊修图啊，然后夸张，真的是我觉得应该是亚洲最厉害的，最巅峰了啦，真的很巅峰耶好惊人哦，2个人呢，对呀，胖的都是瘦的。而且你们有看到他们的那个打光教学吗？哦，没有没有，因为他们都不是只要那个每集一开就全部都我跟你讲不一样了。他们还有打光教学，就是好像有一个光叫做下巴光，然后有个光叫做
头发光、发丝光，然后有的光叫做什么，就是从正面打进来的。没有苹果肌了吗？好像是，不知道。他们连发丝光都有我就觉得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大融合，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你反观，好，我们举例其他的亚洲区甚至是欧美国家，你说修图吗？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就来看看台湾也会有修图，可是我们越来越提倡不开滤镜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可以修，可能磨皮啊还是什么的，可是你不会把自己修的跟自己完全长得不一样。对，可是以中国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说，其实修的把自己长得完全不一样也没关系啊，完全整形了，这反而也是他们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潮流他们盛行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也会自嘲说这就是我修完图的样子，打光后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原本的样子，酷吧？他们也没有，就是我觉得那些文化都是一个你看见了，原来这个国家的文化是这样，那个国家的文化是这样，那最终你才会开始反思说，那我想要怎么样，对吧？我喜欢修图吗？那我喜欢不修图吗？还是我喜欢修一点点？还是我比较在意我的发丝，我的那个发丝呢？对，还是我比较在意我痘疤呢？类似这种，你看见了不同的样貌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寻找，那我要什么？这个就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一些多彩多姿的举例具象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会知道我要什么，就是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没错，但是我觉得选择自己想要的这件事情的一大前提也是你要有意识才行。如果你没有意识呢，就会照着集体意识走。对，如果你没有意识，你就会觉得你都修了，那我干嘛不修？对吧？就大家都喜欢了，对啊，我也来做看看。对啊，大家喜欢的我也要这样。对，你知道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影片，就是他们会出一些问题给闺蜜回答，闺蜜能够接受的程度有多少，然后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修图只修我不修你你的爆炸程度多少然后影片那两个闺蜜就是抓狂，她说怎么可以，你都修了，我怎么可以不修？超级好笑。然后呢，不可能自己漂亮对啊，不能自己漂亮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蛮庆幸，就我身边的人其实都不修图。为什么突然安静？对啊，为什么突然安静？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我唯一会修图的是晶晶，因为通常不会用原相机拍吧？我都用原相机，我都用 Days 拍。也不能说 Days 也不算原相机，但我喜欢它的滤镜，可是它不会让我的脸变形，它还是我，只是会有那个复古的那个滤镜。对，我会修图，但我不太修图，应该可以这样讲。我大概修图的程度是，修图有那种很认真的修，跟那种就是你拍照他就帮你修好的那种反正它就是不同程度嘛，就是说我不用 Days 或非原相机拍照，不用美图秀秀拍照。对，我不用美图秀秀拍照。反正我觉得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但我是一个会修图的人没错，但是我最在意的是我希望我的脸看起来是光滑的，这是我最在意的地方。无论修不修图它都没有好跟坏，这只是你选择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就这样子而已。二元对立它存在在地球上，我觉得首先为什么地球要有二元对立的这个游戏规则呢？因为地球它是一个体验密度极高的灵魂学校，我们会做很多的星际旅行，那其他星球可能你要去体验的是疯狂打仗，好，有些星球你要去体验的是疯狂种植土地，滋养你的任何食物啊，然后任何大自然的产物，与大地连接这样。对，然后有些星球它的体验是给予很多的爱跟滋养，他们就是所有东西都用爱发电。真的啊对，用爱发电，真的啊，就是你用爱的意图，这个东西就可以用，类似这种地球呢，所谓的体验密度很高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地球它没有那么的单一，它的体验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单一，地球要体验的涵盖的范围很广。当然最终我们都是要体验爱，但是呢，地球人体验爱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是要透过很多的低频、很多的分裂、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恐惧跟焦虑去滋养我们自己。你知道滋养人类变得更好的方式其实都是低频来的。那我们追求高频干嘛？那高频的定义又是什么？高维度的自己啊。你看，你会觉得那是高频，也是低频比较来的二元对立。对啊对啊对啊，
没错吧？你没有低频，你就不知道这叫高频啊。所以地球，我必须得有人类要成长的关键之一，就是体验痛苦，它是必须得体验的。就像是我最近有很深的那个对于爱的理解，对于谈恋爱的理解，我在跟就身边的朋友在聊，我就发现我谈恋爱谈到现在，我有一个很深的觉悟，就是谈恋爱不是拿来幸福的，就是拿来互相折磨。谈恋爱就是拿来成长的，拿来修炼自己的灵魂维度的。他的幸福是附加条件，但它不是目的，目的是你要成长，要学会爱。对对对，所以你最终就发现很多人为什么会为爱情所苦，是因为我期待爱情的样子是只有幸福，我期待的爱的样子是只有滋养，像偶像剧那样。没错。可是当只有幸福，可是偶像剧也蛮 drama 的。也是啦。对啊。可是那种都是你知道王子出来救公主那种。我发现一定有很多王子会逃避的剧情。对。所以也不是所有偶像剧，只是大家的眼睛只愿意看见幸福的那一 part，然后忘记了前面他们有多么的纠结、纠缠跟折磨彼此。你会发现真正被修炼过后的爱情都是要经过某些考验的，你最终宇宙才给你糖吃。而这样的逻辑是可以运用在所有我们发生的事情上，永远都是你经过了好多摸爬滚打、水深火热的前期之后，宇宙就会送你一颗糖，你就觉得前面那些摸爬滚打都没有关系。幸福是会出现在那个时刻的，真的耶。当那个幸福出现，你就会完全忘记前面发生的事情。对啊，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忘记的时候有可能会退回原点，那就再经历一次。所以它的游戏规则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就以谈恋爱来讲，如果幸福它不是最终目的，所有的体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修炼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更靠近灵魂所安排的样子。二元对立它也不是惩罚，也不是要人痛苦，它真正的作用就是透过对比，灵魂才会觉醒。因为没有对比，灵魂就没有感知能力。什么叫做感知能力呢？是无感吗？所谓的感知能力就像是，如果现在这整个空间是黑色的，全部灯都是暗的，然后很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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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待了10分钟，突然开灯，眼睛你就觉得好刺眼，怎么这么刺眼呢？可是这个亮度其实你本来就可以接受啊，只是因为很暗，突然开灯了，你就对这个切换特别有反应。但不代表你接受不了，因为其实你在同样的灯光底下久了，你也就适应啦。这个亮度是我可以做事情，然后没有障碍的亮度。可是瞬间切换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光存在，这个就是感知能力。所以痛苦久了也会习惯。是。可是这句话听起来很悲惨，对不对？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你看小时候我们在跑田径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你跌倒，然后我相信每个人的膝盖一定都有结痂挫伤过，对不对？你小时候跌倒的时候，你一定哀得要死啊，你就觉得好痛。妈妈，我今天跌倒了。洗澡的时候还要把脚抬起来，就不敢碰水，你知道吗？对啊，可是长大后，也许你受过比这个更严重的伤，可能是一场车祸，可能是你真的骨折还是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我有能力去处理好自己。你面对这个伤口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你反而小时候你会觉得妈妈怎么办？好，我赶快带你去保健室。可是长大之后你就发现，好，现在医药箱拿过来，我可以自己帮自己包扎，不用找妈妈了。对，那妈宝怎么办？所以另当别论。所以你看你说痛苦会不会习惯？会，可是那个习惯不是那种自怨自艾，或者是又更深的绝望的到无感的痛苦，不可能，你还是有感觉。可是那个感觉的当下，你会完全用不一样的态度跟心境去面对它，然后你能够承担的，你能够包容的东西也就更多。所以你是成长了嘛？没错，这个其实就是你越能够，你体验过越多事情，而且在这个体验当中你都有觉知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让自己陷入在同一个议题循环再循环。什么叫做陷入同一个议题循环？就是你永远没有在这一个挫伤的伤口上学到，那你就算长到80岁，你跌倒了，你还是会哭着找妈妈，
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你还是觉得这个痛好痛。什么叫做有感知的成长？像是我们在跌倒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就跟你说，那你怎么跌倒的？那怎么样下次可以避免？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包扎，然后伤口要怎么用，你就能够下一次不让这个伤口感染。你在每一次的受伤的时候，你都学到怎么样去滋养自己，你都学到怎么样去让这个伤口变好。你知道伤口变好的路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害怕下一次再受伤。可是如果你永远没有去寻找那个路径呢？我们再举例谈恋爱，受伤了，你现在谈恋爱就是受伤了，可是你永远没有找到让自己变好的路径。你下次谈恋爱，你就会开始有所防备，对，你就会开始害怕再次受伤，你就会开始觉得封闭自己。对，然后到80岁，你还是有谈恋爱问题。那还有办法谈恋爱吗？80岁？对啊，那个路径到底要怎么找？你觉得你们小时候是怎么样让自己从一个伤口中痊愈的？不是有那种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蛇啊，就是会怕啊，真的就是你痛过，你就会真的很害怕。但如果你去了解蛇呢？再被咬一次。对啊，你去了解蛇呢？去了解蛇的习性，去了解蛇为什么会这样做，去了解当下的情景，你是不是就会对于蛇的恐惧就越来越少？然后下次咬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品种咬了不会死啊。对啊，你就会知道哪一个蛇是可以跟它玩跟它互动的，哪一些蛇是你惹也不要惹它的，你是不是就不会可是很多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他们只会把专注力专注在痛苦，不会把专注力放在痛苦的背后的光明面是什么，这些痛苦要让你感知什么，这些痛苦要让你学到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开始切换视角，好，我知道我现在痛苦，我也承认我痛苦，我也感受我痛苦，所以我哭，我唱 KTV， 我让朋友来陪我嗨，我释放这些情绪。可是接下来还是要去面对它。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我最近真的很爱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好举了。你看到在谈恋爱里面，如果你的对象劈腿了，合情合理，身边的所有姐妹都会跟你说他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是被劈腿的那个人啊，对，他的问题，这个烂男人不适合你，快离开这个男人，你值得更好的，下一个会更好。走，姐妹，我们一起去喝酒，我们来释放这些情绪，我们来嗨，我们来忘掉这个男人。前期这些释放都做了，就算今天看似是你是被劈腿的，可是宇宙安排你被劈腿有他的原因，你有去了解过吗？自己的问题，最后你会发现，对，都是自己的问题哦。宇宙安排这个剧情一定也是有让你要去看见的地方。通常会被劈腿的人都是在讲一个回归到圣母心跟没有爱自己。真的哦，真的哦，真的。所以如果你就是在聆听这一集 Podcast 听众的你过去可能无论是有没有真的劈腿，还是精神上出轨，还是就是你的对象可能就是跟其他女生聊天，其实他看似好像是他在伤害你，对不对？事实上是你的灵魂安排这样子的剧情，让你重新反思。当他这样对你的时候，你依然相信你值得吗？还是你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开始自我怀疑，还是你换一个角度是，对耶，我为什么会允许他这样对待我啊？你开始滋养自己的时候，这一个被偷吃跟被劈腿的剧情就会瞬间停止，因为你学到了，所以就不会再有对象感这样子对你。可是如果你下一次遇到下一个对象，我要开始爱自己，然后遇到下一个对象，你还是埋进去了，你还是过度付出了，你还是把对方看得比你重要了，重来再一次。所以不是你遇到的男人不好，是你这个课题没学完。你让姐妹陪你去嗨，陪你去度过这个失恋的过程，可是你没有保持觉知，为何会有这样的剧情发生的时候呢？一样的剧情就会一直来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轮回。对，这就是所谓的轮回。所以呢，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呢？大家都在讲我都是我圣母心。可是要怎么样去断掉这个圣母心？我们之后再录一集新的 podcast 来讲有关于恋爱的一些功课跟自我觉察。OK， 好。所以呢，二元对立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灵魂的肌肉训练器，它一直都在训练你的肌肉。那它是怎么样子训练的？它让你的灵魂长出觉知，有了觉知之后你就有自由意识，有了自由意识之后你才能够成为这整个剧情的真正的主角。我之前在我上一个频道有讲过自由意识是什么，我之后再用新的视角来再谈谈自由意识。但简单来讲，自由意识其实就是你有选择你剧本走向的能力。
你知道吗？我最近对这个也有更深的理解。我前阵子经历了很多选择嘛，就是好选择我要不要开新的频道，选择我要不要离开现在住的地方，选择我要跟谁合作，然后选择我要不要出国，选择我出国后要不要分手，对，选择我要不要去这个国家等等的，然后选择要不要分手。那个时候我朋友就问我说，月月，你可以看到你最高版本的样子吗？你可以知道你1年后会在哪里吗？你可以知道你怎样的未来的事情吗？我就说可以。可是我最近有个很大的心得是，我哪怕看得到，但它的变动都在下一秒就会发生，因为我的意识无时无刻都在改变，我无时无刻都在选择。然后就包括你看我们的新伙伴桑迪跟立成，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时候也在选择说，那我2个月试用期到了，我还要再继续合作吗？然后我必须得要说，我在英国做的决定是不要继续合作。2个都不要吗？2个都不要。可是那个决定是你心中你还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感觉是64，我60不要，40要，不是100%也没有100%，我也没有很确定。可是我去完西班牙之后又变了，变46， 73。但那个时候是我确定要继续合作是7，不要合作是30，变多了。对，反而变多了。然后在我跟他们2个通完电话之后，就是我心里的答案又更确定了，就会变82。就是我8要2不要。可是另外那个2也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我想要看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在变。然后我的确在英国决定也许我们不适合继续合作的时候，我也调阅了一下，那不继续合作我会如何，他们会如何。2个版本。对啊，也很棒。也很不错。他们也很棒吗？大家都很棒。不会有不好的。对。然后我后来从西班牙回来之后，我就再问了一次，然后跟他们对话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想继续合作。我又看了一次那继续合作的能量流是什么，也很棒。那哪一个比较棒？还是没有？对，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没有谁比较棒，只有你要不要选择跟这个人修炼的剧情。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桑迪讲，说，桑迪我们很适合继续合作，但我们的课题是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愿意吗？直接先全部说出来啊。对啊，我就跟桑迪说，我很老实跟你说，我们继续合作就是有这些很棒的地方跟我们会遇到的课题，我们彼此现在要选择的不是要不要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要选择的是你愿意选择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对，你愿意选择我来修炼你这个课题吗？就是这个课题一定会有人去当这个角色去，就不一定是你，就是之后可能还会有别人。没错，就不一定是我，可是他这个课题肯定是要修炼完的。我就说 OK， 那我就问我自己，那我愿意吗？然后再问问看，那他愿意让我成为这样子的角色吗？然后就发现可以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好像也没有想到就是不要的理由，也想到没有的。对啊，因为反正都要遇到，反正有个人来修你，那看是哪种人而已。对，所以你说最后的版本到底有没有好跟不好，还真的没有。可是自由意识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有意识的知道说，你就是有这个课题，那你要不要让月月来陪你走完这一段？那如果让月月来陪你走完这一段，那你就要去感受月月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所以他在 push 你的时候，就是用月月的能量去 push 你。还是你想要更温柔一点的，还是你想要更 hardcore 一点的，都可以自己选。可以啊。所以那当然桑迪有课题，我也有课题，所以我也要去感受说，那我愿意让你们来修炼我这个课题，陪伴我走完这个课题嘛？那我也觉得说也很好啊，也不错的啊。那我也有吗？有。有。所以当你有了觉知，你就会有自由意识，有自由意识你就可以去主动选择你剧情的走向跟发展。那当你能够主动选择的时候呢，它就会一直在修炼你。所以肌肉的训练其实就是这样，就像长肌肉一样，你之所以变得很强，是因为你横抗过那个重量啊。你可能原本5公斤、10公斤、20公斤，肌肉是有记忆的，所以一次又一次你就会越举越重。那你之所以可以很稳定，就是因为你练习过不稳定啊。你原本在拿哑铃的时候可能姿势不正确，发力不正确，所以你在拿起来的时候都很吃力。可是你再次训练，对啊，为什么我在拿起来的时候我的右关节会卡卡的？那我现在来重点训练我的右关节，然后我就发现我反而要做的不是拿更多的重量，而是我来训练我的稳定度。稳定度有了，重量就拿得起来了。而在健身房训练肌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意识，你知道吗？力量是会传导的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一起讲左手跟右手，你们觉得左手跟右手哪一个握紧的力道比较强？右手吧。好，你是右手。左手。你是左手。好，我也是右手。那现在我们的眼睛意识投射在比较弱的那一手，你就用你的意识投射进去，你一直专注在那个手，你会发现，比如说我是左手原本握的比较弱，我现在变左手握的比右手紧，你有没有发现吗？
所以这个就是意识。当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你用你的意识去传导到这个比较没有力量的地方，你就会撑起来。所以在健身房训练的时候，很常教练会跟你说，来，你看起来是在硬举，对不对？你看起来是在双手举起哑铃，但举起哑铃的不是你的双手，是你的屁股，你的臀。所以教练会跟你说，来，把专注力放在你的臀上，臀后肌发力，然后你的意识就会传到这边的地方，然后你就会启动它，然后当你启动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你认为举不起来的重量举起来。所以呢，意识才是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比起你的稳定，比起你的力量本身，你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透由这样子透过二元对立的这个混乱当中去觉醒是最好的机制，在这个混乱当中去训练，这里比你一直在爱人，比你一直在换对象，所谓的换对象就很像是你以为是重量的问题，但事实上是你不相信自己的问题，你以为是人的问题，殊不知是自己的问题那个网络上有个迷因很好笑，他就讲说，与其给一个男人10次机会，不如给10个男人1次机会，对吗？我就说哇，好疗愈，好，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对，就是这样。但这句话还是有一些 bug 在的，不是说你要给别人机会，而是你自己没有改变，你的剧情又要如何变？当然我相信你遇到20个还是一样不是10个还是1个的问题，我永远都不是数字的问题。你知道在身心灵里面啊，所有有数字的东西都是框架没有次数的问题，只有当下。就很像是我刚刚讲的嘛，我是不是一直在换伙伴，我就会换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伙伴对，因为你透过换伙伴，你可以加速你的成长对吗？新的东西会带你震荡那这个东西又谈到什么叫做换伙伴，就很像是真正的谈恋爱是，你们有看《傲慢与偏见》吗？没有啊，你们人生一定要去看一次《傲慢与偏见》，他把灵魂式恋爱讲得很细腻。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真正的新鲜感不是换新的人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而是跟同一个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好，这就是同一个概念。你要是换伙伴，换到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还是你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方式磨合？对，因为什么叫做换人？因为换人你会用一样的模式你不会换方法，对啊，或者是也会换，可是也是你内在想变的时候，也许换一个人他会让你更想要改变自己那很棒，他没有绝对。但如果你内在没有想要去调整自己的心的时候呢，你就算一直换人，你也不调整，你一直期待别人调整的时候那也不见得会好，你就不会改变你的剧情。所以呢，二元的这个游戏规则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的灵魂的承载的重量程度。那我们来讲讲二元对立的游戏规则咯。第一步呢，你会遇到2种极端。什么叫做极端？光与暗的极端，依附跟界限的极端，控制跟被控制的极端，爱跟恨的极端。你在所有的生命体验就会体验到这件事情，而且不一定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体验你有可能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时体验依附跟界限。我举一个我很惊人的例子，反正就是我前阵子同时跟我男朋友跟我妈大吵，然后很有趣，那个剧情跟版本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吵的事情呢，剧情不重，就是事件不重要，但那个整个剧情的安排是，我期待我的另外一半给予我这样的情绪价值，我妈妈期待我给她情绪价值。举例来讲，会有越来越多人去提倡真实的状态。我就发现呢，我对我的另外一半是依附，因为我期待他给我；我对我妈妈是界限，就是我守护好我自己的能量，我不一定会给你需要的情绪价值。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去想象看我们在同时吵嘛，所以我在同时体验这2个东西我以前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妈妈需要这么多的情绪价值跟爱跟关注，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我给你太多的情绪价值跟关爱，你可能不会成长这不是你当下需要的，我希望你自己坚强而不是从我身上获得自己站起来，对，自己站起来。而殊不知在我很脆弱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渴望另外一半不要管我坚不坚强，你给我情绪价值就对了，你就跟你妈一样就对我就发现我就是我妈的角色啊，所以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很有界限很独立的人，可是我在某一个角色里面我又很依附所以那时候我体验到这2个极端。然后很有趣我在那个当下因为同时发生嘛，我就突然那个意识你知道醒了，你知道吗？我就醒了，我想说这剧情，所以我现在如何对待我妈妈的方式，就是我期待我另外一半如何对我的方式
那既然我期待我另外一半用这样的方式来滋养我，为何我不要给我妈妈就好？然后在我妈跟我大吵的那一刻，我就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先跟她道歉。第一次，重点是因为我们在吵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我错，但我以前就会觉得说，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了，这不是对错的问题，然后什么什么。可是我知道，我其实当下就是想要你安抚我。我其实当下就是想要你跟我说对不起，所以我就很认真而且我不是为了安抚他给他，而是我很同理，我说天哪，我其实也只是想要我另外一半对不起，然后我用这样子的心情跟状态去跟我妈妈说，妈妈真的对不起，就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心情，我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但当然不是说要那种我道歉一切事情就解决，没有，我是真的真的能理解那种感觉，然后给予他需要的能量。我就发现我跟我妈妈那个架很快就和好了。那个你说对不起是一个表象，重点是你背后想要流动的能量，一流出去，然后那个机关好像就启动了一样。启动之后，跟我妈妈的那个界限就突然被消融掉了。然后呢，我跟你们讲惊人的事情来，是不是男朋友来道歉？对，对，这就是能量的作用。我要跟大家讲，这整件事情的发生，真的背后有它更庞大的能量层在运作的。所以当我愿意卸下这个心防，然后去看见我过度有界限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同时也反射我过度依附的时候，就是二元的极端嘛。我先主动做些什么，我有意识到了，我有觉知了，我处理完我的这个课题之后，这边的课题也都消融掉了，然后我另外一半就也跟我好好道歉，然后也好好的有很好的对话。所以我就发现到说，骂别人就在骂自己你坚持什么就是在破坏自己真的，那是我最深的感受。所以这才是第一阶段哦，各位，就是二元对立这个游戏规则就很难了。好，你看见这个阶段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会被迫选择。你会选择什么？就是选择原来其实有界限也没有错，依附也没有错，可是你要怎么在这个界限跟依附当中接纳它？什么叫做接纳？承认自己就是一个需要依附的小宝宝。因为我为什么会极度的有界限，就是因为我其实心里的某一个层面是我排斥很依附的状态，我很排斥依附一个人，依赖一个人，把决定权交给别人，所以我才会走向很有界限嘛。物极必反，当我很有界限的时候，我会喂养我的很有依附感。你们觉得为什么？是共生的就跟光暗一样。没错，你在极度的追求光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个更庞大的黑暗在等着你。因为它就是存在啊，所有东西都是存在，就像道家思想其实就是在讲阴阳太极嘛，阴阳它就是同时存在，所以你在极度追求光的时候，黑暗在被你喂养当中，所以你在极度的追求有界限的时候，你的依附就在被喂养。大家取得那个平衡点。没错，那取得平衡点就是选择什么？选择接纳。什么叫做选择接纳？我过去就是因为非常的害怕依赖别人，所以我走到极度有界限，同时也让我的状态变得太独立、太有界限、太有距离。这些太有界限、太有距离，其实也不是我灵魂要的，所以他就会开始慢慢瓦解这些之后，然后让你去体验过度依附是什么样的感觉嘛。然后让你体验过度依附的时候呢，他就会回归回来过度依附哦。所以我跟我另外一半跟我妈同时吵架之后呢，他不是才第一步嘛，我醒来了，然后后来呢，后面之后一连串我就开始在处理我依附的议题，也就是我以前一直过度独立不去碰的地方。所以我不是去英国吗？Oh my god 我去英国那段时间就是一直在去体验原来我很脆弱这件事情，原来我需要这个人，我不是需要这个人，而是我需要被陪伴。我需要被看见，我需要被关注，我需要被滋养。但是以前呢，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其实是不要求我的另外一半给我这些的。我觉得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好。你不能来接我，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打车。每次你知道我妈之前还是我说，宝贝，连这种事她都做不到。那我想说没差啊，我不介意啊，因为我很独立啊，我很爱我自己。对啊，我很爱我自己。殊不知是太有界限的爱自己，太过独立的爱自己，所以宇宙就是要你来，不行，你现在就来依附别人。所以我突然遇到现在这一任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很黏人，很依赖又很依附，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来接我，或是没有办法来干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难过就真的是很难过以前那么难过你知道吗？现在就是好难过突然很脆弱我就觉得我怎么越长越脆弱，我以前明明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让我开始去修炼依附的课题。
然后我开始去接纳，原来我是需要被需要的，原来我是需要有这样子爱的交流的。所以我体验完那个很痛苦的状态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体验过这种痛苦的状态啊。第三件事情终于来，第三步骤来了，你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选边站，你都可以。所以第二阶段我在英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另外一半要去上班，然后我们租了一间公寓，然后一起相处了1个礼拜这样子。然后呢，等于是说我在公寓 work from home， 然后还要出门上班。可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他有很多变动啊，然后各方面，所以我很常就是在被动等待的那个人。然后就很常是感觉是被丢下的那个人。因为它变动性太大了，所以当我开始一次又一次觉得我原本很期待怎样怎样，然后又没有期待怎样又没有的时候，对，可是这也是依附感长出来的原因，然后圣母心啊，然后各方面啊有的没的啊，然后很多太痛苦了，然后痛苦到你真的必须逼自己选择。有些人的模式是这样，我好痛苦，那我回到有界限的样子好了。我依赖你好痛苦，那我现在要开始有界限了，你再防卫起来啊。对，防卫起来就是长刺的防卫的时候，你会发现又一个循环，要重来是不是，又要重来。可是呢，我那时候就发现，我要做的不是防卫起来的界限，而是我那个时候就很认真的问自己说，我要如何找到这之间的平衡点。然后我发现我不能带着恐惧防卫，而是我带着爱去防卫，带着爱防卫。什么意思呢？我说好，来，爱是一个盾牌。好，我不能带着恐惧防卫，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带着恐惧防卫，我又回到另外一个极端值。可是如果我带着爱退一步呢？那怎么带着爱退一步？怎么退？好，我那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我跟我另外一半必须此刻要有一些距离了，因为我们相处那1个礼拜在公寓里面就是很紧密嘛，就是他知道他下班就是要回来这个公寓，因为这个公寓有人在等他，所以好像有一个责任，有个责任绑住这个爱。然后我有一个责任是，我都从台湾飞去英国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做一些我们远距离平常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始对于我们之间的相处是有条件的。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要一起吃饭，我们现在你下班时间就是应该要给我，因为我们时间就这么短，你应该要如何叭叭叭叭叭叭叭。可是那个应该跟期待全部都是恐惧创造的，因为我害怕我都付出了这么多，对，然后如果又没有符合我期待怎么办？得不到回报。对，然后我又害怕今天我们2个相处的时间，就是他没有珍惜怎么办？他不觉得我今天来这一趟是需要被尊重的怎么办？所以我对他的标准就是你下班就要马上回来，这叫做尊重。所以你看，我还是有很人类的一面，对，控制狂，这就是控制。所以当这个带着控制恐惧的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俩能量超不对平，所以那1个礼拜发生超级无敌莫名其妙的事情，那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啊，超级不舒服的。然后那个时候高龄就跟我讲说，来，如果你用爱看待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做？我就想说，无条件的爱。那我就开始嘛，无条件的爱。那有条件的爱是什么？我发现哇，我这1个礼拜做的全部都是有条件的爱。他说好，无条件的爱是什么？高龄就问我说，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别人用无条件的爱对待你吗？我说不行。他说好，你现在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你现在此刻会怎么做？你觉得呢？给自己一点时间。很好，怎么给？自己出去走走啊。对，没错。所以我隔天马上订机票去西班牙。也太突然了吧。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 no， 我现在最需要无条件滋养自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喘口气，需要空间。我需要空间。那我需要空间的方式是，我觉得也许我们2个再继续待在同一个空间，那个能量只会一直纠缠跟碰撞，所以我选择飞去西班牙去找我姐妹。我又回到我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可是我这次是不带恐惧的，是开心的。我是开心的，因为我是以我想要无条件的爱来滋养自己为起点去想，好，那也许现在我们要有一点界限是好的，而不是说我就是要离开，看你会不会珍惜我。我明天就飞去西班牙，我看你会不会珍惜我。这比较多人会这样觉得。对，所以那个就是源头。你的起心动念是带着爱还是带着恐惧？所以那个是恐惧的爱，就是我离开你，看你想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对，没错。我就看我现在搞消失，我现在不吃不喝，我看你会不会心疼我。类似这种，对不
对，这就是带着恐惧的爱，而且这个恐惧的爱是有界限的，没错。你透由不依附，然后开始有界限。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更能辨识恐惧的爱跟无条件爱自己的爱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开始用无条件自己的爱飞去西班牙开始滋养自己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走到了第3步，就是我开始去意识到依附很好，界限也很好，可是那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平衡的方式就是你第一件事情都是想到无条件的滋养自己。当你无条件的滋养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很惊人的事情来了。前面1个礼拜我跟我另外一半的相处都还是有点紧绷，因为毕竟彼此带很多期待跟一些压抑的能量，尴尬。然后当我开始想要滋养自己的时候，他也变了。他也变了。然后那时候他变的是怎么样嘛？我不是说前面发生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宇宙一直在阻挡我们在一起。对呀，所以我第一天错过飞机，我们第一天要见面的时候错过飞机，原本下午2-3点就可以见到面，半夜才见到他，然后半夜见到他，我们俩其实都很疲惫了，然后没办法给彼此好脸色看，又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在1个礼拜，他正常来讲那1个礼拜就是正常上下班，可他就是有工作会拖延到，然后可能临时长官要叫他回去做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他朋友就是莫名其妙有点情绪勒索他的，要麻烦他做事情，这都是以前他都没有发生过的，不得不去处理完才能来找我。你可以想象这过程当中就是你原本期待你可以见到他，然后又发现又不能见面了，然后又有很多事情发生，可是你也不能怪他，因为都不是因为他不要，是因为外在的东西让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不能怪又更烦。然后可是当我开始调整我自己的能量，开始去无条件的爱滋养我自己的时候，我在西班牙那5天，他整个人工作变超轻松，轻松到他很多时间可以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打电话给我，就是会表达他的思念之情，然后表达他的期待，跟尽可能的去安排他的时间到下一次见面，他可以把所有的假日都给我，不然之前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当我发现我的能量变动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松动了，宇宙就会开始给你糖吃了，因为你学到了，宇宙就会给你糖吃。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么多的波折，然后我又去西班牙1个礼拜，然后假日又回来跟他出去新伦小镇玩3天，那3天真的是幸福到一个不行幸福到一个不行忘记前1个礼拜了。对，就是对没忘有觉知的没忘，是因为你学到了，因为你不再做选择了，你找到之间的平衡点了，所以你才能够让这段关系也变得平衡。所以你底层的事情处理好了，你所显化的剧情就会变。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剧情怎么这么多的动荡，这么多的纠结，这么多的纠缠，也许是因为这个底层的2元对立的状态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完跟面对，当然它所延伸出来的能量就会超级无敌怪，氛围感也会超级无敌怪。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无法解释的莫名其妙那种感觉，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是不是又是2元对立的这个议题在干扰你呢有极大的可能是这样哦。第3步骤我开始不选择找到平衡点的时候，第4点就是你最后会理解真正的答案根本不是光跟暗，而是同时接纳这两者。那当你真的同时接纳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你灵魂突破点。我开始慢慢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平衡点，但我先说我还没有找到完全的平衡点，所以我才跟你说我进度调大概70%而已，但我觉得剩下那30%是下一次有一样的事情来的时候，我心真的安定嘛，它就会真正的给我答案，我有没有在这个课题上面学习完毕。所以呢，2元对立其实2元呢，它也不是宇宙的本质，只是在地球这个游戏场里面人类需要的工具而已。因为这个工具在更高的维度当中本来就没有对错啊，只有体验经验了你会回归本质，对吧？可是呢，灵魂选择地球游戏就是因为2元对立可以让你的成长更立体更迅速。什么叫做立体？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失恋，你的爱可能没那么完整，而且不知道他怎么痛。对，如果你这辈子只有极度的幸福，那你对于幸福的这个理解可能没那么立体。所以呢，真的正是这些对立会让很多事情变得更立体。所以黑跟白的拉扯呢，也是你的灵魂要让你去长出自己的声音啊，因为你透过这些震荡才发现说我要什么，我真正要如何滋养自己。那我可能经历这个剧情的当下，我滋养自己的方式就是旅行嘛。那很好，刚好我就在旅行当中，那我就去一个地方旅行，我就会舒服很多。那每一个人需要被滋养的方式又不一样，你会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又更认识你自己了。我才发现说原来旅行给我这么大的滋养，原来跟姐妹见面有这么大的滋养，那我下次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是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滋养自己。所以呢，黑
让你看见你不想要什么，白让你看见你真正渴望什么。那你在这个看似我不想要跟渴望的那个冲突当中，你看见的是阻碍还是突破嘞？你看见是阻碍还是突破嘞？是什么呢？对呀，那就是你要自己去选择跟体验，你唯有体验过你才知道你要选择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在西班牙的现实动态，其实我有写下一段话，我就发现我以为我来这里是找答案的，但我发现哇，答案就是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的原因是因为真正的答案是你接纳所有一切的答案。好深奥哦。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刻这样子的理解。那当你能够接纳所有的答案的时候呢，你就变得很敞开。你就不会压抑你自己，你就开始整合自己。整合叫做什么？你就是接纳不同的答案，你没有在追求一个对跟错，好跟坏，所有都是答案。对啊，所以我后来经历完这一切，我才为谈恋爱下一个重点是，谈恋爱的目的真的不会只有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重点。我很幸福没错，但谈恋爱的目的不是只有幸福。所以当我放下这一些我对于某一件事情执着的追求的时候，沿路上都会是风景。然后那个风景真的很美，我必须得说，那种风景的美是什么？就像我讲的嘛，我在很依附的时候，可能我的另外一半没有回我讯息，我就会觉得焦虑，就很焦虑。但当我渐渐的找到依附跟界限的平衡点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他可能没有回我讯息，或者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视讯。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另外一半早上打电话给，因为我们两个现在时差8个小时，他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要睡觉了。我刚醒来的时候他准备要睡觉。所以我们只能有一小段时间可以抓紧时间视讯。那再过拿我们有没有一直传讯息？有。可是因为一个恋人，你不可能只靠传讯息去维系。也不是跟手机谈恋爱。然后呢，这阵子我们又在搬家，又很忙嘛，然后他又换了单位。我跟你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得。我们两个在同时性经历灵魂转变。一起转变，我们两个一起转变，也是因为我就问高龄说，是不是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学到了？他说对。你知道吗？他一直很想换单位。他前阵子不是去丛林好几天1个半月的训练吗？他在训练里面想要得到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当他有很好成绩的时候，这个成绩单是他换单位的交换条件。然后他一直想去总部单位，因为他现在是在前线的连，你当过兵前线的连呢，他们就必须得要一直去，比较危险。他们很危险，因为他们就是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第一个站出去，先冲出去的。对，但他一直很想要做后备，就是他想要做设备跟无线电通讯跟规划整个军事战线的，所以他想要去总部。可是想要去总部机会是很不多的，因为总部资源很多，所以很多人都想要进总部。那他一直都想要进总部，因为他其实也没有想要追求一直出去打仗，你知道吗？就是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所以他当然体能很好，可是他更想要动脑做事情。我觉得双子座都这样，应该吧。就在我回台湾的第2天，他就说昨天他的长官找他去约谈，就是1对1约谈，然后就问他说你想要进什么单位，换什么样的单位，然后叭的，然后他换成功了。哇哦！然后就说好恭喜你，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提过了。他说他其实很享受他在做的事情，但是他更想要换单位。然后我又搬家了，所以我们两个同时在经历，是我疯狂搬家，然后我搬家搬了1个礼拜，我疯狂搬家，然后他刚换单位，刚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有趣的事情来了，我们俩都很忙，我们有时差问题，所以我们要通上电话是很难的。可是以前的我可能会因为没有通电话觉得心情很失落，然后或者是说觉得很可惜，然后会觉得我们的爱要没了，对，然后会有很多怀疑。可是后来我就开始滋养自己，而且是很底层相信说我在变好，他也在变好，我们两个都在一个新的生活里面越变越好。我在发光的同时，我身边的人会发光，包括他在发光的时候，我也要为他祝福。所以我不带着焦虑的情绪去捆绑彼此的时候，我们已经2-3天没视讯了，然后都只有讯息上这样。然后我今天早上，但其实我有点刻意不视讯，我的刻意不视讯是我不想要再当那一个主动打电话的人。应该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他应该是这样讲，我不想要当那一个，如果我的状态没有好，我不想要拨出电话。如果我开始会辨识自己的情绪，如果我拨了这个电话，我是带着焦虑跟恐惧拨通它，我好期待见到你，我好渴望，我好想要知道你还有没有爱我，我带着恐惧我就不会拨电话。我开始会辨识
识这样子的能量跟情绪之后呢，的确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通得上电话的时间，可是我就会问我自己，我现在恐惧吗？我现在状态好吗？我发现没有，我不好，我需要休息，我需要照顾好自己，所以我没有打电话给他，我就去健身房了。我就发现到说，当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是在滋养我自己，当我想要拨给他的时候，我是带着恐惧的，那我要去健身房。反正我就去健身房，然后没有跟他通上电话，然后2-3天没通电话的时候，有趣的事情来了。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刚好前一秒传讯息给我，下一秒我就起床了。我知道那他还没睡，就问自己说，我现在是可以讲电话的吗？可以耶。那我就拨电话给他，然后就拨视讯那个，超好笑的。你看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他不哭的哦。我电话一拨，然后他就开始哭，就这样看着我，然后就开始流眼泪。他就不常哭嘛，所以他就把自己头就埋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baby 怎么了？然后他就平复了一下情绪之后呢，他就把他这阵子的感受思念然后跟我分享。但是他是一个不谈自己脆弱，不太谈自己脆弱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主动的展现他的脆弱，跟愿意开口跟我把他所有的紧绷跟不安说出来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们两个都进步了，我们终于在爱里面又进阶到下一个状态了。我就发现到说，当然在这个交融过后，我就感受一下我们两个在创造的能量是什么。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在创造能量叫整合，因为我们两个是就是他非常的阳性，所以他的阴性力量不容易被展现出来。我的阴柔可以滋养他的脆弱，他的强壮可以滋养我的落地，我们两个的灵魂组合是这样。那我就发现我真的开始能量上有力量开始松动他的脆弱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棒，代表我们两个真的都在往我们当初想要在一起的灵魂契约上面慢慢的往前。我就发现这才是爱的模样。就是爱的模样，它真的不是每天嘻嘻哈哈，而是我们有没有因为彼此在成长着，我觉得这很重要。再讲下去就太多了，不然我想要来讲讲结婚的意义，但是我的生命经验，我就会想要告诉大家说，真的你的意识开始松动的时候，你的关系就会升华，而且是跟自己的关系升华。你看我从一开始把所有的能量都关注在别人身上，到我今天拨出这通电话的时候，我问自己的情绪是什么，而先选择照顾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大的转变，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很爱照顾别人的人，然后把照顾别人当做比我还重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慢慢又开始学习了，然后甚至是放下一些我认为的一些执着跟恐惧了。这才是在这个冲突看似很不安的过程当中你要学到的。所以这一集的二元对立，它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篇幅可以分享，但是我用我最近的生命经验告诉你们实际在我身上发生的例子，这也是我这阵子很有感的状态，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OK，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刚刚故事听得如何？开心啊就开心是不是？没有什么心得吗？感觉课题就是会一直轮回。就是你刚才说的界限跟依附，我在自己身上也有发现。真的那你觉得你现在走到哪个状态？就是一直还在跳恰恰，对，一下界限一下衣服，跷跷板这样吧。就是你要一直过去了，然后又回来了，又有东西，对，拉回来这样。但是你今天知道那个步骤之后，你觉得你会更有觉知吗？会，真的对，会更有觉知吗？希望咯。你会的，我们之后再来聊聊。所以呢，亲爱的地球玩家们，我们要知道地球为什么会有二元，就是因为明暗的交界处当中，你才能够看见原来光在这，而且是自己的光，不是外面天黑或者是外面有灯，而且你自己就可以在暗的时候发光，你也可以在光底下有自己的界限。所以呢，你也不是来选择黑跟白，你是来成为那一个核心，因为你就是白跟黑，你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太极。所以呢，你不是来对抗二元的，你是来跟二元共处的。当你能够跟二元对立共处的时候，所有的冲突都是为了让你记起说，我的本质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不再是游戏角色 NPC， 而是你从玩家变成创造者，你可以创造你的游戏规则跟版本。OK， 那我们今天一样来抽一副牌来做今天聆听 Podcast 听众的祝福。我们来抽奥西欧，他自己掉出来，马上就出来。2张再生跟局外人。我们抽到了再生跟局外人，你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牌面是不是都灰灰的呢？这两个讯息呢，其实局外人想要给大家的事情是，你以为你是一个只能被动选择的人，因为局外人是什么？就是前面这些那我不要进去好了。你其实有选择权的是你选择
把自己排外。跟今天的这一集其实要讲的事情是，你以为你是一个被拒绝在外的人，被这个世界遗忘的人，你就会觉得好，宇宙就是没有给我幸福的剧本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当你愿意把你的主导权展开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这个牌面很有趣哦，它看似是因为门锁着所以我不能进去嘛，但这个牌面是事实上门没锁，你其实只要打开门你就可以进去了。不要自己分化自己，不要自己定义自己，而去逼自己说好，你现在不回我讯息，那我就是要开始对你有防备心，并不是的，而是有没有可能是你真的去展开这一个对话，跟不害怕冲突的去询问，为什么你要这样？那会不会事情的剧本就变了呢？当你不用二元对立来保护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你就可以主动把门推开，然后走进去。那这张再生的牌呢，想跟你们讲的事情是重生。当你愿意拒绝那一个只能二选一的自己，当你这个旧的身份瓦解的时候，你就可以迎接更高版本的自己。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出现，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把你自己透有聆听这集 podcast 之后，从二元对立的世界拉出来，准备好跟更高维度的自己整合，这就是要给你们的祝福。所以希望呢，从二元对立走向意识的整合，从角色变成创造者，从局外人走向重生，你不会被拒绝，但是你有能力重塑自己。祝福大家。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让我们一起升级吧。祝福你们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